你敢相信吗？一架载着上百人的大型国际航班，躲过了气流颠簸，躲过了机械故障，躲过了所有极端天气，最后差点栽在一瓶印度矿泉水手里。是的，你没听错，又是印度。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订阅加小铃铛，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这件真实的惊险事件发生在2026年7月21日，英航 BA276 航班从印度海德拉巴直达英国伦敦希斯罗机场，全程足足10个半小时，是标准的长途跨洋航线。但凡了解民航的朋友都知道，这种超长途航班最担心的就是机组人员疲劳失能，所以航司特意配备了3名飞行员轮换值守，就是为了兜底所有突发状况，杜绝安全漏洞。按理来说，3名资深飞行员轮班值守，这趟飞行可以说是稳得不能再稳。而且航司为了保障机组人员食宿安全，特意长期和海德拉巴当地一家高端外籍专属酒店合作，专门接待外籍飞行员和外籍旅客。这家酒店定价一点都不便宜，1晚房间折合人民币1000多，对外主打的就是高端、卫生、安全、靠谱。航司就是看中了它的专属安保和食宿保障，才固定安排落地印度的机组全员入住，压根没多想过会出问题。最关键的是，这3名飞行员全程特别谨慎，根本没有大家想象的那种猎奇乱吃东西的情况。他们落地休整期间，老老实实待在酒店里，连印度街头的小吃、路边饮品碰都没碰，完全避开了所有人都知道的印度街头卫生雷区。起飞之前，3人在酒店行政酒廊正常吃了一顿自助早餐，全程饮食规律，作息正常，唯一的额外消费就是喝了几瓶酒店合作商家供应的瓶装饮用水。可谁能想到，就是这瓶普普通通的矿泉水，直接给3人埋下了致命隐患，差点酿成无法挽回的空难。航班一切流程都很顺利，正常起飞，平稳爬升，很快就抵达了3万英尺的巡航高度，进入了最平稳的飞行阶段。但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这趟航程会安稳落地的时候，可怕的状况突然爆发了。3人体内潜藏的毒素彻底发作，最先扛不住的是其中1名副驾驶，前一秒还在正常盯着仪表监控飞行数据，下一秒就突发剧烈腹痛、头晕恶心，浑身瞬间冒满冷汗，整个人迅速虚脱无力，直接瘫软在驾驶座上，彻底失去意识，无法动弹。同行的2名同事根本来不及多想，第一时间为昏迷的副驾驶戴上氧气面罩，勉强维持他的基础呼吸。可噩梦根本没有就此停止，没过几分钟，剩下2名原本状态正常的机长也接连出现了一模一样的中毒反应，2人同时开始剧烈呕吐，不停腹泻，浑身肌肉酸痛发软，每一次呼吸都带着钻心的不适感。你们能想象那种绝望的处境吗？3万英尺的高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没有迫降场地，没有地面救援，没有任何应急支援，整架飞机上百名乘客的性命完完全全寄托在这2个同样中毒、浑身难受的飞行员身上。但凡2个人撑不住，但凡疼到走神失误，但凡体力透支昏迷，整架航班所有人都没有生还的可能。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整整10个半小时的漫长航程，2个人就这么咬牙硬扛，忍着极致的生理痛苦，直到飞机稳稳落地伦敦希斯罗机场的那一刻，紧绷了10几个小时的神经终于松懈，2个人的身体也瞬间彻底垮掉，连站立的力气都没有了。落地之后，昏迷的副驾驶第一时间被紧急送往医院，医护团队连夜奋战，整整抢救了12个小时，才勉强把他从死亡线上拉回来，保住了一条性命。另外2名硬撑落地的飞行员也因为严重食物中毒，身体多处器官受损，第一时间接受了全方位的专业医疗救治。事件曝光后，英国飞行员协会直接彻底震怒，公开怒怼航司管理层，直言他们漠视机组人员生命安全，更是拿上百名乘客的性命肆意冒险，草菅人命。随着后续调查一步步深入，大家才发现这根本不是意外，而是一场彻头彻尾完全可以提前规避的人为灾难。早在这次中毒事件发生之前，多国往返印度航线的机组
就已经累计提交过几十次卫生投诉，反复点名这家合作酒店的问题。无数飞行员反馈，酒店餐食清洁敷衍，食材清洗不到位，外购的瓶装水水质浑浊，肉眼可见杂质。之前就有多名机组人员吃完饭后出现严重肠胃不适、上吐下泻的情况。可这么多真实的安全反馈，这么多次预警，全部被航司管理层无视了。他们为了节省住宿调度成本，维持固定的合作利益体系，一意孤行，依旧强行安排所有落地印度的机组入住这家问题酒店，最终亲手酿成了这场险些覆灭整架航班的重大安全事故，真的让人又愤怒又后怕。看到这里，肯定很多人想问，航空圈到底有多怕印度的饮食卫生？为什么所有资深机组落地印度都自带饮食，滴水不沾？其实这根本不是矫情挑剔，所有看似苛刻的规矩，全是无数人用惨痛经历，甚至用血的代价换来的保命经验。早在1975年2月3日，就发生过一场轰动全球的航空食物中毒灾难，也正是这场事故彻底改写了全球民航的用餐安全规则。当时日本航空一架从东京飞往巴黎的跨洋航班，本来飞行状态一切正常，结果航班厨师手部受伤，细微伤口的病菌不小心沾染到了机组和乘客的餐食里，最后导致整架航班360多人，有至少160人在空中集体肠胃不适、上吐下泻，飞机上的卫生间根本不够用，很多人根本忍不住，场面彻底失控。更恐怖的是，当时飞机还遭遇了强气流，机身上下剧烈颠簸，一边是失控的乘客，一边是恶劣的天气，整趟飞行直接变成了一场恐怖的空中灾难。也是从这场事故之后，全球航空界统一立下了2条绝对不能破的铁律：第一，机组人员和乘客绝对不能吃同一条生产线、同一批次的食物，彻底规避全员集体中毒的风险。第二，也是最关键的一条，机长和副机长必须全程吃不同的餐食，你吃牛肉我就吃鸡肉，你吃米饭我就吃面食，绝不重样。哪怕其中一份餐食被污染出现问题，最多也只有1名飞行员中招，至少能保证驾驶舱永远有清醒健康的人操控飞机。除此之外，正副驾驶还要错峰用餐，一个人吃饭休息的时候，另一个人必须全程值守驾驶舱，确保任何时刻驾驶舱都有完全清醒可以正常操作的人员。按理说，英航这3名飞行员已经严格遵守了所有规则，他们在酒店吃的早餐各不相同，完全错开了同款餐食，也没有乱吃路边东西，全程只喝了酒店提供的瓶装水，已经做到了极致谨慎。可他们千算万算，还是低估了印度的卫生风险。看到这，是不是有人觉得只要不吃路边摊，只喝密封瓶装水就能100%安全？如果你这么想，那就大错特错了。航空圈还有一个更离谱的真实案例，之前国泰航空有一名机长常年直飞香港往返印度德里的航线，每次落地德里都需要过夜休整。他比谁都清楚印度饮食和水源的恐怖，严格遵守航司所有规定，路边小吃一口不碰，自来水绝不饮用，全程只喝正规密封瓶装水。结果万万没想到，意外还是发生了。有一次他在合作酒店洗漱，用酒店自来水刷牙，过程中不小心吞咽了一丁点漱口的生水，就仅仅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口，连吞咽感都几乎察觉不到，居然直接中招。第2天往返航班起飞后，他突然爆发剧烈腹痛，紧接着就是喷射式呕吐、腹泻，身体彻底失控，完全丧失了飞行操作能力。为了保障航班安全，整架航班只能被迫延误，数百名乘客行程被耽误。也正是因为这件事，现在很多航司直接硬性规定，所有直飞印度航线的机组，就连刷牙、洗漱都必须用瓶装水，彻底杜绝一切接触当地水源的可能。可能还有人觉得做到这种程度绝对万无一失了吧？不好意思，印度的卫生风险远比我们想象的更隐蔽、更恐怖。2007年，英国一名叫劳瑞·邓曼的游客在印度进行了3个月的背包旅行，全程谨慎到极致。他从不碰印度街头小吃，只吃简单的素食果蔬，全程只喝正规密封瓶装水，甚至刷牙、洗脸全部自带瓶装水。3个月里没有出现过一次肠胃不适，当时还觉得自己防护做得完美无缺。可谁能想到，隐患早已悄悄埋下。2010年，距离他印度之行已经过去整整3年。他突然在如厕时排出了一条长达1米的绦虫，
瞬间把他吓得崩溃。紧接着2011年，他频繁突发剧烈头痛，去医院做核磁共振检查后，结果让人头皮发麻，他的大脑里居然查出了38个珠带绦虫囊包。经过医生反复核查确认，所有寄生虫全部来自3年前的那次印度旅行。为什么全程严防死守还会中招？原因真的细思极恐。印度当地存在完整且顽固的粪口传播链条，风险无处不在。你以为干净的水果蔬菜可能用当地污水浇灌清洗，你以为干净的桌面、门把手、钱币可能携带病菌，你以为安全的密封瓶装水也有可能是不良商家私自灌装的生水。这种无处不在的卫生隐患根本不是简单忌口只喝瓶装水就能完全规避的。所以现在你们知道为什么民航圈对印度航线的忌惮程度这么高了吧？所有看似夸张苛刻的规矩从来都不是小题大做，全是一次次惊险事故，一个个惨痛案例堆出来的保命底线。真的不得不感慨，有些地方的卫生含金量永远能突破所有人的认知底线。也真心提醒大家，出门旅行一定要做好防护，别盲目猎奇，别拿自己的身体健康开玩笑。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